美英空袭也门，成功验证我国布局的中间走廊，彰显大国智慧。当地时间12月凌晨，美英联合空袭也门，红海局势的紧张使全球海运遭到打击，陆上运输开始升温，给中欧班列、中间走廊等跨境运输带来机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英美空袭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是常年驻扎在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武装叛乱组织。也门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国家，该国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与沙特、阿曼等国相邻。也门扼守亚丁湾与红海之间的唯一进出通道，即曼德海峡。红海经曼德海峡与印度洋相连，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如果这条航线出现问题，商船就只能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运输时间和成本大幅上升。也门是个资源型国家，社会经济依赖对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金矿、银矿等资源的开采。因为殖民历史，该国南北分裂严重。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国内经济基本崩溃，反对势力崛起，部分国家对其进行武装干涉，也门就此陷入内战。胡塞武装就是也门反政府武装的一支。2023年10月31号，胡塞武装对多个以色列目标进行打击，并开始袭击红海上的以色列船只。美国在12月19号决定组建红海护航舰队，英法加意荷等9个国家宣布加入。该舰队在红海和亚丁湾巡航，总部设在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当然，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将护航船只列为攻击对象。尽管美国信心满满，但是国际社会普遍对护航不抱信心。美国希望保障红海的以色列船只安全，但并不想过分刺激胡塞武装和背后支持的伊朗。但是此次护航的以色列保护属性过于明显，中东国家中只有巴林宣布参加，但是巴林几乎没有自己的海上护卫力量。一位匿名欧洲海军高级官员称，欧洲盟国的参与仅限于击落来袭无人机或导弹，不会考虑全程护航，更不用说打击岸上目标了。所以有分析认为，护航可能越护越糟。当地时间1月12号凌晨，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地，在也门首都萨那和荷台达市内都能听到爆炸声。这是美国首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空袭导致也门首都多城区停电。根据胡塞武装官员的表述，扎马尔和萨达也成为打击目标。空袭的目的是削弱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实力。袭击中出动了战斗机和战斧巡航导弹。13号，美国再度使用战斧导弹袭击胡塞武装雷达设施，以打击其袭击红海船只的能力。当天，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北部举行军演，将美以国旗作为实弹射击目标，表示做好了与美以战斗的准备，美英所有利益都成为合法打击对象。中间走廊计划。中间走廊计划是土耳其在2008年提出的，该计划是亚欧陆上新通道之一，线路从土耳其出发，沿途经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阿拉特港、里海、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西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或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最后到达中国。主要建设目的是加强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强区域合作。中间走廊计划是土耳其希望将自己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地缘和政治等优势，增强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实现方式。目前传统亚欧大陆桥因为俄乌冲突和欧洲对俄制裁而有所阻滞，南部的苏伊士运河经常面临堵塞问题，红海航运因为巴以冲突的外溢而陷入停滞，中间走廊和中欧班列等线路的优势就更加凸显。这条线路与我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通过中亚实现亚欧之间的直接连通。因此，我国与土耳其在2015年签署了2项合作对接的谅解备忘录。美英空袭带来的影响。根据英国数据，全球每年约有 1.7 万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该海峡承担了全球 10% 的贸易。曼德海峡的阻塞使全球海运和供应链受阻。如果从荷兰鹿特丹出发前往新加坡，绕行非洲好望角会使航程增加 40%， 时间增加6至14天。这期间需要更多的燃料供应，一批货物的迟滞会影响后续的货物，导致港口集装箱积压，供应链正常运行被扰乱。2023年12月15至16号，全球5大航运公司的4家宣布暂停红海航线。这4家公司合计占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的 53%。
目前亚欧航线的运价已经比2023年12月上涨超过 1.5 倍。一周之前，经合组织专家认为，因巴以、俄乌、红海等地的传统和紧张氛围，世界经济和贸易受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为10%。现在专家认为概率上升至30%。美英空袭也门并没有得到安理会授权，因此此次行动遭到了多国谴责。抛开国际方面的影响不谈，对美英而言，空袭也门这笔账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胡塞武装是众所周知的穷，该组织使用的基础性炸弹无人机造价不足1.6万英镑，而英国驱逐舰携带的海葵蛇导弹造价则超过100万英镑。而且美国组织的巡航编队需要大量的燃料和各种保障资源，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相比，这显然是赔本的。一旦胡塞武装利用本土海岸线优势，使用消耗策略进行长线作战，那么英美的后勤将受到一定挑战。所以现阶段英美颇有些骑虎难下之感。而且空袭并没有彻底消灭胡塞武装，对红海危机和巴以冲突的解决都毫无积极作用，只会刺激胡塞武装进行报复，导致红海危机的升级，使巴以冲突进一步外溢至更大的区域。而且美国近些年在收缩中东战略，将撤出的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此次空袭，胡塞武装导致其中东战略收缩节奏被打乱，美国或许会在这里越陷越深。